大家好，本期视频呢，我想讲一讲关于美国公司注册以及注册这个 EIN 号，也就是公司税务号啊，再注册这个 ITIN 号，也叫 ITIN。那么后面的话啊，比如说开设这个银行账户啊，开通这个 PayPal， 还有条纹支付啊，所谓这一系列的话，其实呢比较适合这种做跨境电商的朋友，比如说亚马逊啊、TikTok 啊这类的朋友啊。今天的话啊，这个视频也是针对这些朋友，我想讲一下啊。那么有些朋友单纯想开个银行卡，虽然说这个方式也适合啊，但是啊这个成本就比较高了啊，因为你本身有带个公司在那边嘛。不过这种方式开设的银行卡啊，基本上的话比较安全可靠，因为你这个理由也比较充分，你是做个商业账户再开通那个个人账户啊。之前我也做过一个视频是讲这个美国可以啊零元注册公司呢，说白了啊，在美国可以，在中国也是可以的，但是事实上我们就拿中国为例吧，我之前知道一个人啊，他是自己一个人去办的，但是你后面的话，税务的报账啊，你也要自己处理，所以说呢，这种东西对于一般人来说的话，学习成本比较高一些。那么如果说你真的是为了跨境电商的话，我觉得你没有必要为了这个几百美元去动脑筋啊，浪费很多时间，对吧？你还是把精力啊多多用在自己本行上为好啊。好了，话不多说了啊，我只能说就是这个是我一个朋友的网站啊，他呢是个外国人啊，然后呢，他们公司现在在美国的特拉华州啊，也就是个免税州啊，他们专门做这个业务啊，这个域名的话也是 ITIN 啊，这的话你可以通过我的链接注册，因为他给到我一个优惠码啊，是可以优惠到$50，那么比较方便啊。本身的话，之前我介绍那个零元注册公司那服务商啊，他后期的话其实只是注册是0元，但是后面的话包括一些帮你接收文件啊，他这个也是要收费的。帮你报税也是要收费的，你让他干每件事情都要收费的啊，0元只是个门槛啊。包括我们在某些视频平台里面看到，都是0元注册公司啊，甚至说写0元起啊。不过呢，这些东西呢，我怎么说呢？就呢，你后面的话，可能他连账本这个费用啊都要问你掏钱啊。那这家公司的，它是其实呢是明明白白告诉你啊，没有这个隐藏费用的啊，直接一次性收完啊。那么就不要这么麻烦了。好，这个首页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往下翻啊，看看它哪些说明。首先呢，这边的话，这个价格的话，他说它是提供一个可以承担得起啊，就竞争力价格。那100%线上处理啊，因为这个 ITIN 啊是一封信了啊，有些人的话怕你寄回来，说实话你这个浪费邮费啊，他说实话你就给人家扫描一下的发给你就行了啊。那他快速处理啊，基本上他跟我说就他们做事情速度挺快的，48小时你的文件收集起来啊，他就帮你完成这个事情。好，这边的话，主页上一个介绍啊，3个原因啊，这个 ITIN 是必须的啊。首先的话就是注册这个亚马逊 PayPal 啊，条纹支付啊，这个需要 ITIN 的，因为条纹支付的话，目前如果说你用中国的个人税号去开的话，中国户籍的是开通不了的啊。当然我知道啊，香港居民是可以开的啊。第二点的话是关于如果说你是个非居民的，你用 ITIN 去填报税务啊，那比如说拿 PayPal 来说啊 ，PayPal 收款的话，今年2023年有一个政策叫你销售商品600美元以上啊，它要预扣税，预扣25%的税啊，那么按照美国居民来收税，那这个时候的话，他会要求你填写 SSN 号，或者说ITIN 号啊，那如果说你有 ITIN 号，那你填上去，证明你自己非美国居民，那么你的税啊就是按照中美税务协定规定来算啊。好，第3点的话是关于开银行卡的问题啊。如果说你有美国公司，那 EIN 号啊，这个的话比较方便啊。如果说你单纯开个个人账户的话，很多时候呢，它是需要你本人亲临的啊。那如果说你开个公司账户，然后再开的话，这个的比较方便一点，因为你知道。很多在我们事实当中，在中国办业务的时候啊，那老板说实话其实不用到场的啊，是可以委托办理的啊，这个是合法程序。好啊，这边的话他说这个公司要不要注册啊？关于这个问题呢，里面的话就是说注册代理啊，这个的话就是帮你代收文件，还有的话EIN 的申请啊，还有个商业地址啊，因为注册公司都要有地址的嘛，地址的话说实话本身呢也是要租用的啊，这个是他创始人啊，这个人的话他曾经在中国留学过啊。会说一些中文啊，很久没说了啊，说的可能不太流利。那你如果说慢点的话，还是能沟通的啊。他跟我说，因为就是今年呢，
2023年他说他收到了很多来自中国的订单啊，那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是不是中国的跨境电商业务是不是太厉害了啊？希望我帮他推广一下。他也在准备啊，寻找中文雇员啊，这个是很简单的，他可能会聘请会说中文话的人啊，所以说到时候会更方便啊，你不用担心啊。好了，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具体的内容啊。点进来之后呢，它这个是 B 选项啊 ，item application 啊，是一次性费用，它是说白了啊，它这个一次性到底给你申请到 item 的，这个是 B 选项啊。但是呢，其实这个也是 B 选项啊，但是这个 B 选项呢里面的话，它有个 option 啊，选项啊，你的公司注册哪个州啊？那如果说你注册有些州的话，它是要加钱的啊，比如说阿拉斯加州啊，加$250啊，那有些$440都有。那如果是简单的话，比如说新墨西哥州。我今天还听说新墨西哥州是海拔还是1000多米啊，那反正啊，先说这个吧。这个的话，第一个啊，有个服务就是咨询服务啊，这个也是咨询服务啊。那有美国银行的咨询服务、条纹和 PayPal 的咨询服务啊，30分钟的通话啊，通话是他会找人帮你跟你沟通啊。还有的话就全在线支持啊，因为这个 item 的信啊是直接可以扫描发给你的啊。如果说我们选择这个0元的啊，新墨西哥州的公司啊，这样的注册这个文件啊，他会帮你申请好 EIN 的申请啊，那么注册代理包括商业地址啊。下面的话这个是 SIM 卡啊，因为很多考虑到银行啊，它会有些时候你办业务肯定要有电话卡，美国电话卡你如果说没有的话是很麻烦的事情啊。但是他收298，你是不是觉得很贵，对不对？那第一个的话，他这边说啊，是给你里面是$5的啊余额，那你觉得更黑了是吧？关键问题是它这个卡呢有个特别好处啊，比如说你在别的地方买的卡，美国卡也买得到，它这个卡是帮你注册到你的名字的啊，一般来说是挺难办到的啊，要上台啊，说白了。那么这个服务呢，如果说你觉得贵的话，你可以不选择啊。有些时候啊，银行它可能转账大额的时候，它会通过第三方接口啊去验证这个手机号码是不是你本人啊。一般来说啊，我暂时还没碰到这种情况过啊。好，最后一个服务啊，是美国的 VPS 啊，1年付钱的啊，是加198啊，就算200吧，折合每个月的话，大概$17左右。他说是为了你账户健康，包括使用快速啊。那为什么说账户健康呢？很多时候呢，你的一些操作啊、行为，如果说有个固定 IP， 你的长期使用这个 IP 啊，保持着美国银行的商业啊，包括一些东西啊。不要被风控啊，这个也是比较好用的啊。但是呢，价格的话，如果说你觉得贵的话，你可以不选择啊，这个不影响的。有些朋友呢可能会觉得贵啊，他这边主要是年付的，你要这样算啊。一般来说，我们买个服务器基本上$10左右都要的啊，2GB 内存的$10啊，我差不多这个公道价格。那么好，我们如果说就选这2个啊，这个注册公司跟那个 item 申请，然后点进去啊，646是吧？好，我这边没法加入啊，因为我上次做视频做了一半啊，那么我点这个浏览购物车，然后把它全部清空，然后再添加进去啊。我觉得可能有的朋友的话也会碰到这个问题。好，我这边浏览购物车啊，它这个系统有 bug 啊，点全部删除。好了，我删除之后啊，我再重新把它添加进去啊，就可以下单了。好，到这一步啊，很重要一步，刚才说的那个优惠码嘛，你这边可以输入小浪的拼音啊，点击这个 apply 是我这个专属优惠码啊，你看到这个 coupon 啊，这个小浪减50，最后价格是$596啊，他帮你办好这些业务啊。说实话，$596啊，你一个公司税号加上一个个人税号啊，3样事情，还有1年的地址费用啊。如果说$600嘛啊，那你在中国有些时候正规开公司的话，其实这个价格也是要的啊。当然我知道有些地方现在很便宜啊，那些的话很多都是虚拟地址啊，包括特定的地方，比如上海崇明岛啊、海南岛啊，我知道这些地方是很便宜的。好，接下来我讲一下细则啊，比如说很多朋友会有更多的疑问啊，那么包括我之前我也草拟了一些答案啊，问他后续的问题啊，那么怎么样的啊？那么我现在开始解答一下，有11个问题啊。好，关于第一个问题啊，比如说如果说我没有美国地址啊，那么你们能否提供啊？提供是否要额外收费啊？那么他的回答是，如果说你在我们这边开设美国公司啊，他们是可以提供美国地址的。那么他提供的地址呢是注册代理地址啊，那么这个地址呢，你可以收到一些公司的一些文件啊，文件收到之后呢，他不可能给你
啊，全部运到中国来，对不对？这样的很麻烦。那它是可以帮你扫描，如果说你这个文件特别重要啊，那么你需要运过来的话，那么你就支付运费就可以了啊。第二个问题啊，如果说办理 item 啊，我需要提供什么信息给你呢？他的意思说呢，我们需要护照的扫描件啊，公司文件它是帮你注册的嘛，EIN 的文件啊，再帮你办这个 item 啊，说白了就是护照扫描件就行了啊。第三个问题，如何支付费用啊？支付费用的话，它那个接口是条文支付的啊，所以说他们对条文支付应该是非常了解的。那么他的原话回答的话，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中国的银行卡直接支付，因为条文支付啊，它甚至都可以支持支付宝，那么银联的话应该也支持啊。好，第四个问题啊，是否有退款政策啊？因为考虑到很多情况嘛啊，那如果说他们没有办法交付你的 item 啊，他们是有110%的退款政策啊。等于说赔你10%嘛，啊，基本上还是有保障的啊。因为item说实话，有很多时候有些地方有些人会被拒绝的啊，没通过啊。如果说你通过办公司的方式，那么说明是个强有力的理由，你是需要有这个 item 啊，知道吧？有些人他是没有强有力的理由，所以说呢，他被拒绝的这种情况。好，第5个问题，你们完成一次 item 的申请需要多久啊 ？item 目前大约需要8到14周啊。他的原话回答。他们在48小时内完成所有工作，填写和提交啊。国税局那边呢需要很长时间啊。他说这是我们保证最快时间了啊。关于第6个问题啊，比如说 item 在我收到之后，当我有美国收入的时候啊，需要申报税务，你们能否提供啊？申报是否需要收费啊？这个问题呢，他解释的比较详细啊，我这边不展开了啊。反正这个问题呢，我也在我上一期视频关于 item 的视频里面我讲过了啊。其实呢，不是说跟 item 有关，是跟你的收入有关。你有收入之后，那么你就要申报这个义务啊。如果说你需要的话，你可以用到这个在线的 IS 工具啊，就是国税局上有个工具的。好，第7条啊，我在你们网站上看到有关于 SIM 卡的服务啊，这是哪家运营商的卡，每月月租多少钱啊？他简单的回答说吧啊，跟他官网上介绍是一样的啊。运营商呢是不一定的啊，包括了一些运营商。就是没办法选择你的运营商，但是 SIM 卡里面余额是$5，我猜想呢，它这个模式吧是可能走这个 Family Plan 啊，就是家庭计划，然后呢再把你这个名字登记上去。那如果这个卡你丢失了，反正它是可以帮你找回来的卡的啊。好，第8个问题啊，包括这个美国公司注册啊，注册好之后呢，后续每年我需要付你们多少钱？比如说在我需要报税的情况下啊，因为刚才是的费用是帮你注册费用嘛，注册代理费用啊，就是说帮你注册公司、注册这个 EIN、注册这个 ITIN 啊，注意啊，这是帮你注册啊，注册公司那只是工商的问题，那税务问题呢？比如说2025年你开始报税的时候，是不是？那这个时候他们简单的说啊，就是一个单一成员的有限责任公司嘛啊，起价是$298啊，就$300帮你报税。第9个问题啊，我是问他的，如果说买了电话卡、买了这个 VPS 的话，会不会有额外的这个优惠啊？那么他说这个暂时做不到这个额外优惠啊，那所以说你可以自己选择啊，只能优惠到$50了啊。第10条啊，如果说你们寄快递给我 item 文件的时候啊，采用什么快递服务商啊？他的意思就是说呢，他们不寄送任何 item 的文件啊，通过在线递送就足够了啊，就比方说给你扫描件就可以了啊。那如果说你要寄送的，你可以付运费，然后他们帮你寄送啊，也是可以的。好，第11条啊，我问他是，如果说目前的 item 啊，可以申请到哪些银行的这个储蓄卡或信用卡，你是否了解啊？他说的我不是很了解银行，但是呢，可以帮我申请在水星啊，还有 Brex 啊。Relay啊等合作银行开设美国银行账户啊，他在官网上列出那些银行啊，那么这些银行呢，反正是他们的产品是包含了这些免费的指导和支持啊，所以说呢，其实它的注册代理服务嘛，还包含了这个咨询费用啊，咨询服务啊，也包含了帮你辅助完成银行开设和PayPal和条文支付，咨询服务指导工作啊是完全免费的啊，所以说你不用担心。好，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就很多朋友嘛，可能说他只想申请 item， 他不想要公司啊。我也跟他提出过，我现在知道很多人就他们为了办卡啊，但他现在手上客户呢，基本上都是跨境电商客户啊，所以说他们这些客户呢，更多的想要这个 EIN 啊，而不是这个 item 去为了办卡用，他们更多想做生意啊。我问他啊，如果说有些客户他只是单纯想办卡，通过这个 item 只想用 item 不要美国公司，那这种情况能不能找你办啊？他给我的回馈是说呢，就是说这种情况呢不太好办。如果真要办啊，那么
你要付$100，交16到20的税啊，他帮你提交税表啊，做成你在美国有$100的收入，你要报这个税，就是再完成啊。基本上这种收费的话，全部的话大概要$498啊，等于说在没有公司情况下，你单纯办 item 啊，要$498啊。刚才我们看一下，如果说你办了公司之后呢，才$596啊，差了$100，那我觉得还不如办这个啊，按照公司去办的话，成功率基本上100%啊，因为本身你有公司嘛。好吧，今天关于这个 item 的一些，包括美国公司啊，全部的问题啊，我可以在这里介绍了啊。总的而言吧，如果说你不想太麻烦，那你就这样找他们办啊。如果说你自己有能力，那么我省钱啊，省个几百美元，那么你就自己办啊，对不对？因人而异。